大家好，我是 Zita。我不同意，因为我知道大家有听到我的想法了，但我可以选择支持，因为我也听见大家后来为什么这样建议。因为引导重要的不是说你问问题，同时你是要协助大家听见，而且彼此理解，然后去交织出那个新的想法。我以前还在公司里面，我们追求成长，所以每年都要讨论一起做很多新的事情。那我身为一个员工来讲，每次要我多做，那不是我的工作量就是一直增加，我一直要被 stretch。就理论上来讲，我不见得愿意。但如果让我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成长，那我就会理解说，表面上看好像工作量变很大，但事实上我知道对我好，对公司好，所以我会选择愿意投入。我的使命在哪里？其实我经过理解之后，我会明白，对我来讲我很辛苦但是我可以选择支持，是因为我了解这个全局。我不见得要100%同意，但是我理解了之后，我可以选择支持这件事情。如果员工他知道他的想法是有被理解，而不是被批判，到后来他能够慢慢的自己找到一个他投入在当中的位置。所以我很常说取得共识。那引导里面感觉共识决并不追求大家的共识都是100%的同意，而是追求我们不同意但是有支持，对，这样就够了。那假设说我们会议有一个结论了，但后面没有去进行，就石沉大海了。大家都讲说要去做，但是都没有做，都没有事情发生。那引导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一块呢？我常说呢，很多的讨论跟决策其实是为了组织要往前推进。你要它往前推进那个动能，其实是要来自在决策前面想法的世界有没有被充分的理解。在这里，其实你就在累积大家要把自己放进去，后面主动去做事情的那个意愿。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他会担心说，反正决定很清楚，给大家去做就好了。那大部分的时候，特别是比较复杂的行动，或者是比较需要合作、比较需要创新的行动的时候，并不是你开完一个会大家就会去做的，你就要推回来前面决策的形成的过程当中，怎么样让要做事的人他觉得他的想法是被你包在里面的。所以你前面花那个想法的时间，是把后面大家要执行的动能，在前面就开始去建立跟累积起来的。所以让大家清楚的明白，然后准备好，因为他觉得他的想法已经包在这个做法里，有他在里面，他就有很高度的投入度，他会准备要去做。好，这个是在引导的这个想法的世界可以帮到最大忙的地方。因为我之前讲的是说，只有在多人的沟通，就是多人会议里面，这个引导的方法比较有效。那但是在1对1的里面，我们引导如何协助我们？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知道人的自然的思考的流程，其实是因为你注意到环境有什么变化，你注意到外在发生什么，然后人的内在很容易就会有一些直接的 response 就会出来。所以外在的发生看到，再加上你内在的这些联想或者感受，那我们的头脑就会马上开始消化、吸收、分析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境，所以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反应最好。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可能大家有听过的一个工具叫 ORID。O 就是你有感受到、接收到外在发生了什么，内在就有很自然就会引发一些内在的直觉或者一些联想。这2样加起来，我们的脑子就会开始分析。那我现在需要怎样啊？什么是重要的啊？分析完很快我们就会有个结论。好，所以我们人本来就会这样，它就是在支撑把我们的想法能够说清楚或者问清楚。所以1对1的沟通我都可以用得上。关心想觉就是 ORID。是对，因为用英文大家好像很难理解，有距离。对，用中文大家就比较容易带入。比如说我团队上面，我常遇到问题就是说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但是大家都不买单。举例来说，我中午想吃麦当劳，我都没想跟我去吃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如何用 ORID 来帮助我？那下次可以试试看哦，用关心想觉把你的想法如果要说清楚，下次可以说，第一是什么发生什么事，因为哪些线索让你做了这个决定。我想吃麦当劳已经是一个决议嘛。它是决定的部分，就是 ORID 的 D。对呀。最后一步了，决定的。对，就我刚刚讲，如果是关心想觉是他自然的思考就是这样走的话，那我就把它推回去。下次我们把话讲清楚。
比如说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麦当劳他们有个特价，然后我的内在心里想上次吃麦当劳好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我今天的心情就觉得好想再去麦当劳回应一下，就是外在你观察到，再加上你内在的感受。那今天中午吃饭，我们也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现在我已经进入到想分析1个小时的时间，那我估计走到那里来回可能也来得及。今天很想，因为很久没吃麦当劳，很想满足一下，然后跟大家一起有这个欢乐的时间，所以我今天中午很想建议大家我们一起去吃麦当劳。那刚才已经把关心想觉吧，我中午就想吃麦当劳，怎么都没有人想要跟我去，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把你这条路是怎么走来的告诉大家，那同事们听到就比较知道为什么今天星期一你这么坚持要吃麦当劳。因为今天麦当劳有特价，然后呢，我很久没吃麦当劳，我感觉很开心，想要去吃，然后加上我们今天时间又有点短，想跟大家有聚一聚，然后又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想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去吃个麦当劳，好吗？是，多的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想。那是不是你也会比较不会处于说大概就是不理我，或者是我们只是在结论上面不一致而已。那反过来说，刚刚是用 ORID 来帮助我自己表达嘛？是。那 ORID 如何帮助我厘清问题呢？比如说，你说你今天中午就是要吃麦当劳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？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原因？因为我推回去那个，你这个结论是来自你的想嘛？对。那你是有什么考量点？今天你一定要吃麦当劳？因为时间很赶只有1小时，下午要开会。那这个选项有很多种对，时间很赶，我们可以用外送，有选项很多。那为什么是麦当劳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你把麦当劳当作是时间很赶的选项？因为很久没吃了，有点想念它，怀念它的味道。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？除此之外我走路经过的时候看到好像有特价，3个人吃才有特价。要3个人。对。所以我们要再找一个，我们这样才有3个人。没错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今天中午你考虑到麦当劳这件事情。好吧，那我们再去找一个人好。那你愿意去吃吗？试试看今天而已嘛，对吧？今天而已。OK。所以我刚才做的其实就是我听到了麦当劳这件事情，中午吃麦当劳是你的结论。那我可能也有看到你有点好像怎么大家不配合你，那我可以协助的就是我把它推回去，把你前面的你为什么这样想，原来你的考量中午时间很短，然后所以你觉得麦当劳是一个选项，我听明白了。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选项这么多？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前面你可能你的内在，你的心里面内在发生什么，还有你可能有外面源头，你观察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注意到什么，引发你这样想。如果我可以把它邀请出来的话，我就会比较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个坚持。所以刚刚弗丽达举的例子，一个是如何表达，用 ORID 关心想觉来做表达；另外一个是说，如果你不清楚对方为什么做这个决定的话，也可以用关心想觉就 ORID 的方式来帮助他提问，帮助理清问题，了解他在想什么。引导他就是在使容易的过程，使什么容易呢？就是使我们人本来就有的那个思考的自然的流程。那怎么样去被看见的更容易，跟我表达的更容易？所以 ORID 其实在支撑每个人本来就在做的，就是观察到外在发生什么，我们讲的观，然后呢，内在一定会有个反应，就是心。接下来我们脑子就会开始工作，把刚才接收到的外来的跟内在的就一起做一些消化，一起做一些分析，最后一个决定就关心想觉，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做。所以这个工具这个框架，如果你知道以后，你就可以跟任何人沟通的时候，如果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，我怎么老是觉得他讲不清楚，那我就看看他缺了哪一块，我就邀请他那块的答案出来。他以后我说话就这样，把我的脉络也说清楚，就会让我们的沟通之间就可以更加顺畅，更加容易。是我个人觉得 ORID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，不管在会议上面还是沟通上面，引导本身这个技能呢，其实在泰坦也很多的同事有去参加。我觉得引导可以帮助我们如何理解对方的想法，同时也更理解自己，把自己方法可以抛出来。那同时可以加入大家的投入感，让大家的 ownership 对这个专案的 ownership 更高，而去执行。这是我实际看到的一个成果。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 IC 的课程。今天很开心能邀请到 Frida 来跟我分享一些领导的秘密。那各位朋友，我们下次见，再分享其他主题哦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